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我们两个交接工作，这合适吗？确实不合适，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我是知道的。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吧。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怎么了？你得罪他了？哪能啊！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小夏呀，这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你说你吧，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怎么现在一根筋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是那个薛总监吗？啊，当然不是啦。你就算拿他没办法，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啊？我觉得这徐总啊，对你印象挺好的。孙总，你也知道，爱瑜伽这个项目，这是我们这一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对不对？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这算什么？明天就能解决。好，孙总，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早啊，大家！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嘛。哎，大家听说了没有啊？一会儿孙总有重要消息要宣布。什么消息啊？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议，和夏言有关。夏言？哎，你忘了？之前孙总不就说吗？和 SG 的这个案子谈下来，就升你做总监。哎，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工牌都已经做好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家早啊！今天叫大家开个会。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重中之重。我相信，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没错没错。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哎呀，有请有请。哎呀，有请有请有请。哎呀，真的是，哎呀，你看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总监啊，毕业于伦敦商学院，海归硕士，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大家也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我相信思思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我们要多向他学习。夏言，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这刚一卖出去，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这太过分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乔思思啊，还是孙总的小情人。你可别瞎说，我亲眼撞见的，他俩在办公室。我偷偷录了音频，我给你听啊。我给你找。算了吧，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我自己待一会儿。那我发给你。夏言，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哦，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2句了。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大家一起补充的。你呢，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的确是很辛苦。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我一直很欣赏你，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我们公你一直司的企业挺文化聪明的，非常的，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非常的柔软。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要不这样，你也别整理方案了，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下班之前交给我。哎，行了，我送你啊。不用了啊。小夏不是在吗？哦，哎，小夏，哎，来，送点石头。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交接的事情，徐总您不用担心。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委曲求全的人。徐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吧？你这么聪明，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所以接下来，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还是急流勇退啊？谢谢徐总您的关心，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温水煮啊，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徐总，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不太合适吧？什么？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啊？哎，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哎，你到底说了什么呀？从我的角度看，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辞职其实也不错的。对了 ，SG 不是给你发出过面试邀请吗？怎么想的？哦，他们的人事部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有猎头推荐的，想要挖我，但是我还没想好呢。什么叫没想好啊？你们老板那卸磨杀驴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你还为他卖命，是驴吗？去，就乔思思这种笑脸迎人、一肚子坏水的，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小心点。我倒不是怕他，我只是对孙总比较失望。我现在在公司啊，重要的项目我都碰不上，丢给我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一毕业就进入星辰了，整整6年了，想到要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或许那个姓许的说的对，温水煮青蛙，我好像有点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我查房的时候，经常会听到那些患了重病的患者和他的朋友和家人聊天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吗？什么？他们会说，如果想当年我怎么样就好。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但是比起错误的决定，犹豫不决更让人遗憾，不是吗？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孙总，我要辞职。小夏呀，你是干嘛呀？这是，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吗？不，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这样，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我就给你发奖金，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东京奥运会一完你就当总监，不走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
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孙总你可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孙总，小夏，你先回去，咱们都好好想想，可以吗？毕竟，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等，我送你，我送你。啊，稍等。哎呀，对，来，马上。这个好，这个水特别好，它有点甜，你知道吗？哎，对身体特别好，喝了也会降火啊！好走啊！怎么？他不干了？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就来这一出？要走就让他走呗，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你强留他，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不是你说的容易，你知道吗？现在新城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他要一走的话，一时半句我找不到人的。我看呢，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走！哎呀，坐下嘛，来，喝茶。哎呀，我让他一下子走也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 回来失败怎么办？去 SG， 太阳能去得了才行。嗯。徐总，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 SG 收购这次项目的徐总。徐总你好，我是星辰运营部总监乔思思，负责这次爱瑜伽交接工作。爱瑜伽项目负责人不是夏言吗？这项目交接到一半了，负责人说换就换，你们星辰是不是太不专业了？徐总，不是这样的，夏言呢，他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我们孙总很重视这次跟您的合作，所以特地换我来，这样级别上也是跟您能比较匹配的。哦，原来你们孙总认为，我们 SG 现在才配得上乔总监亲自出马。徐总，您误会了，我也是才刚刚进入星辰。不过您别担心，我对项目的熟悉度不比夏言差，一定不会耽误这次进度的。那辛苦你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忙。你好，我是来面试的，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好的，稍等，我查一下。夏言是吧？对。这边请。好。你好，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坐。为什么想来 SG？ 基于了解，也基于挑战。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当然了，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我已经从业6年，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的好。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这是等下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像这几个问题，
都交给你来回答吧。徐总，你怎么来了？徐总监，人事部没通知你吗？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评分都很高，自认为3面也不错，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是哪里不足，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他被淘汰了？对。面试结束之后，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辞退？怎么会是辞退呢 ？SG 一向用人谨慎，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徐总，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从程序上说，确实没错。程序，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你们2位也都看到。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当然不是，重要的是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你是被人陷害的，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以后你要学会看人。薛总监说的没错，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把辞退记录消除。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面试已经结束了，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入名单。现在是上午9点半，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好，我证明给你们看。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是主动辞职。请签字盖章。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怎么？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我这里有点忙，要不这样，你改天再来，我帮你问。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那我可帮不了你了，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而且你已经离职了，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要不这样，你先到外面去。好，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才过来找你的。既然这样，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你找谁都没用，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我们才能盖章。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来不了。哎，今天不准来公司，谁的电话都不要接。无法接通。孙总，孙总，孙总，孙总。我们呢会推陈出新，也会夏言，都这点儿了，你也该饿了吧？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我等孙总一起吃。等孙总？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
14，徐总呢？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如果是徐总过来，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也还是要赶过来的。刚才那个电话，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晨晨，有什么事儿呢？现在就去办公室慢慢说。钱。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徐总，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我们继续吧。孙总，我记得当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我亲口向您提的辞职，怎么现在变成我被星辰辞退了呢？我在这里进进出出了6年，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从这里赶出去，更没有想到为了一张简单的离职证明变得这么困难。夏言呐，我呢一直还是很器重你的，很上进，很精明，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但是，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你知道吗？孙总，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愿意赔偿。这个，好，项目的事情再说。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就算你离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无论如何，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是吧？好，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亲爱的，你太坏了！昨天晚上你折腾的那么……放心吧，这是我第1次听，也是最后一次。过会儿我就删除。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品格。孙总，咱们劳动局见。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夏言，其实吧，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但是吧，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我愿意啊。这样，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也办了，好不好？子思，干嘛？帮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我不去。现在去办呐！你凶什么凶啊？我去。徐总再见。好，谢谢你。夏言，
你来晚了，已经过了12点了。20分钟前，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这个是副本，你们看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为什么？刘一鸣你认识吧？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甚至还招来了警察。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可是他却婚前出轨，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还我朋友一个公道。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等一下，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薛总监，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不用了，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你说对吗？月薪2万，持5星，3个月试用期，下周1入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运营部新来的同事夏妍。大家好，我叫夏妍，之前在星辰科技负责爱瑜伽的项目，今天正式入职 SG， 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你好，我是美琪。嗨，我是悠悠。嗨，我是艾米。我是小，你就不必了。夏妍，我们运营部实行末位淘汰制，每个月月末都会根据大家的绩效考核来打分。连续2个月分数垫底，就会收到黄牌警告；若是第3个月继续垫底，就会被劝退。小齐，你已经连续3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吧？今天可以去人事递交辞呈了。我们 SG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Drive for results， 一切以结果说话。不管你的过程当中有多努力，只要没有达到目标，那就是无效劳动。所以在这里呢，不要想着能够浑水摸鱼、耍小聪明、玩心机。不管你表现得有多刻苦，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就会被劝退。我们会把机会留给那些更合适的人。我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悠悠，秀我新版本的第2季度线下活动策划方案，我们小组已经整理出了3份，今天早上已经发到薛总监您的邮箱里了。我看过了，没创意、没重点，不及格，推翻重做。给你们3天时间，一定要展现出秀我新版本的主推功能。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线下活动场地已经谈好了，活动文案和物料设计也已经准备好了，邀请的媒体名单也已经列出来。只是什么？我说没说过工作会上不要只谈成绩，有问题先说问题。因为还有几个嘉宾没有邀请到位，所以物料暂时还没有办法制作，宣传通稿也在等最终确定的嘉宾名单。邀请嘉宾的工作之前是小齐在做吗？是。你能行吗？没问题。论坛下个月必须按期举行，所有的嘉宾名单这个星期必须交到我的手上。你就坐小齐的位置，试用期3个月，你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机会吧。小齐，我之前合作过一家广告公司，待遇还不错，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是他们公司的名字，还有电话。谢谢你。这是我电话，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夏言，徐总好。入职第一天，这么忙啊？项目进度紧张，我得尽快熟悉。这身衣服不错，继续保持这种风格。哎呀，终于下班了。今天什么日子？大家都不需要加班呢？夏言，你也忙完了？难得今天下班早，要不然咱俩一块吃火锅去？嗯。夏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你在看什么呢？校招实习生方案，你要给人事部献策啊？唉，已经被否决了。我给财务部的方案也被否决了。哎呀，奖金真是不好赚的。什么奖金啊？你不知道吗？哦，对，你刚来啊就接手了小齐的工作，你没参加新员工培训。咱们公司啊有一个人才激励政策，所有的员工呢可以跨部门献策，一旦被采用就会有奖金。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觉得跨部门，怎么献策啊？就很简单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方案吧，你就可以用 OA 传给人事总监。艾米，你真的是我的大救星。你不是说被否决了吗？还没下班？徐总，没事，坐。啊，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加了个班，整理点方案。准备的怎么样了？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听薛总监说，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还差15个。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还没有，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写了个方案初稿。我看看。好。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普遍都是长相漂亮、打扮精致的女生。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尝试，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音乐。网易云音乐他们有10万以上的音乐人，我们这几年听的很火的、很流行的歌曲，都是来自于这个平台。徐总，你觉得呢？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行。吃饭吧。不了不了。紧张什么？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不是，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那这份沙拉我吃了，徐总你不介意吧？吃这么少？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
这鸡蛋给你吃吧，我不爱吃。您不吃就放着呗。浪费可耻。你这么晚还在下班，男朋友没意见？所以，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可以啊。如果你们分手的话，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徐总，我虽然有工作，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你自己慢慢吃吧。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明天交给我。刚聊2句工作，又开始胡说。我现在忙的连跟林浩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还不如当初异地恋。我说那些资本家就这么压榨你们这些小白领的？除了工作，连私生活都不能有吗？要是工作的压力吧，我倒不怕。关键是除了一个处处挑你事儿的女上司，还有一个行为可疑的男上司，我简直就是夹缝中生存啊！什么意思？什么男上司啊？哎，你过来说嘛。哎，亦正亦邪，听我仔细跟你们说啊。他认真工作起来吧，是个很有魅力的大 boss， 但是呢，没在一起待2分钟，他就开始说一些不着调的话。我刚要抗议几句，他又开始公事公办起来。我有时候怀疑啊，他是不是个精神分裂？还有，他会对我言语暧昧。说什么了？他平时上班总是很挑剔我的穿着，要不然就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的说话，而且还经常问我男朋友。办公室性骚扰？性骚扰？不至于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这种事情宁可多想，也不能大意了。很多职场性骚扰都是在一步步试探中加剧的。如果你现在不表态，或者是你退让了，很有可能就从言语骚扰变成肢体性。一定是个老变态。他其实也不老，而且我们公司很多女生都欣赏他，都想围着他打转。我觉得还是太不安全了，万一真有这样的上司，那要发生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夏言，你还是辞职吧，这有什么难的？本宫专治这种变态老男人，什么时候需要我出马你就吱一声，我保证让他下半辈子都不想见到女人。这个是黄总他们公司的成品研发报告。那这个的研发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们公司准备在明年 Q1、Q2 上线的新产品。其实你也什么都不懂。看什么呢？刚才那个绿油油的帅哥是谁呀？他呀，他就是那个。哪个呀？你口中的变态老男人。这么帅啊？喂，我午休可就1个小时的时间，你紧着点儿。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呀。知道啦，走吧，好好吃饭。你可没告诉我是这么有型的一款色狼啊！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啦。同样的话，丑男人说是骚扰，帅哥说呢就是调情。你遇上的这款，能和你调情，算你荣幸。我看你啊，跟他一样，变态了。既然你这么不受用，那不如交给我好了，1个月之内帮你搞定他。别了，他高深莫测的，跟你之前遇上的男人啊不一样。那更有挑战性了。只要我出马，保证让他除了我，对其他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而且是一辈子的那种。那不是等于把你送进狼窝里啊？我乐意啊。喂，夏言，你是怎么盯活动的？王一婷肠胃炎犯了，她来不了，你知不知道？她肠胃炎犯了？违约金都打过来了，替补人选你有没有？活动可是还有1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既然我们宣传的是50个人，那必须到场的有50个。好，我马上回去啊。就走啦？出大事了！我之前联系的那个网红撂挑子不干了，我得回去联系个新的人。牛排不吃了？走了，阿妈。喂。啊，是我。上次你跟我说那什么活动来着？哎，夏言，你可回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别急，我刚想给你发消息，事情已经解决了。解决了？对呀，我们之前联络过的一个美妆达人，他突然说可以来了。谁呀？叫什么我忘了，反正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快准备一下吧，仪式马上开始了。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所有亲爱的朋友，大家下午好！谢谢，非常感谢各位的掌声和热情。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SG 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悦享秀我达人秀”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邀请全场的朋友拿出热情的掌声，来有请 SG 夏言女士来到舞台上，为大家介绍今天达人秀的活动流程。欢迎。大家好，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很高兴这次可以和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这么精彩的活动，是 SG 的荣幸，也是我个人的荣幸。我们达人秀一共分成2个部分，培训还有展示。薛总，公司为大家准备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你们又让别人顶上了？方便大家本来你就是备选，我没说过你能上台。可是我大老远赶过来参加启动仪式，车马费会是你报销的。都是拥有独特风格的生活达人，以后再有机会 ，SG 欢迎你们入驻。也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在 SG 拥有一段难忘的生活时光，拥有更高的人气。谢谢，非常感谢夏小姐。好的，那么接下来啊，有请出15位美妆达人来到舞台上跟大家见面，掌声欢迎。接下来就简单的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北北。好，北北，来这一位您是 ？Hello， 你们好，我是蔡欣。哇，名字非常好听的蔡欣。这一位您是？大家好，我叫Cindy。好，来这一位小姐姐。大家好，我是 Coco， 非常可爱的 Coco 小姐。好，我是林珊。你就是那个来救场的美妆达人，开不开心？我可是听说你遇上麻烦了，二话不说挺身而出，怎么样，仗义？谢谢你啊。不用谢，你快告诉我许成义在哪就行了。你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当然是执行我们家居店里的计划，让他爱上我，从此再也不理红尘俗世。喂，韩爽，达人秀可是我来 SG 第一个主理的项目，你要真想帮我，就安安心心的陪我把活动做好，其他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你放心，我有分寸的。再说了，这个活动是我自己要参与的，跟你没关系。你就好好看着我怎么把它拿下，让他再也不敢轻我。您就是徐总吧？你好。都说徐总您是 SG 的招牌，男神中的男神。今天一看，果然让人眼前一亮。看来老天是想安排我一段奇遇呢。请问你是？我是你们刚签约的美妆达人，我叫 Coco。不好意思，
与达人联络不是我负责的。不是由您负责，也可以互相加深一下了解。在活动上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找我们运营部的夏言。就是夏言告诉我你的情况的，不过我还是想跟你亲自聊聊。夏言告诉你的。那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的可多了，想知道吗？没兴趣。你提议结业 party 之前，从这50个达人中淘汰掉20个。对，具体方案我已经上报给薛总监了，但他暂时还没有给我回应。这次活动自筹备开始，上面就已经放权给你们运营部。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方案，薛总监为什么没有给你批准？也或许是因为一下淘汰20个人，影响太大，需要慎重考虑吧。那现在给你个机会，说服我。好。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加上线上的数据分析来看，其实并不需要50个达人那么多。而且经过筛选留下的30个达人，他们已经囊括了各种类型，风格都很独特。如果再有重复定位的，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那合同的事呢？怎么解决？我记得秀我跟他们签订的是达人秀的劳务合同，至于深度合作的合约，本来是想等达人秀完成之后再签署。不过我当时跟他们谈的时候，确实是有拿深度合作在谈。这个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好好解释一下。报告我也看了，确实是有理有据。不过我很好奇，当初是你自己一个一个签下来的合同，如今要亲手抹杀自己的成果，你就这么下得去手折腾自己？我只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提出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而已。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把你的朋友从 SG 撤走，故意兜了这么大个圈子呢。徐总，对公对私我分得清，你想多了。是吗？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是你想多了。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那就自己挖坑自己填吧。好，那我先出去了。等一下，结业仪式抓紧准备，活动要紧，个人感情生活建议先放一边。个人生活还有工作，我自己会调配好的，就不劳徐总您费心了。我也这么希望，但是呢，有人让我放心不了。谢谢你的理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培训不是刚结束吗？又找我来干嘛？想我啦？你看一下这个，阵仗还真像那么回事啊。解除合同，这什么意思啊？前期的培训已经结束了。根据线上的数据来分析，我们准备淘汰20个人。我是被淘汰的那几个，你开玩笑呢？你可别忘了，我是给你帮忙才过来的。你现在赶我走就过个拆墙。再说了，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可没有说要淘汰啊。我们虽然没有说淘汰，但是合同里写了，如果数据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出解约的。真的假的？你看一下这个。培训期间每天要发5条视频，可是你呢？你半个月才发了不到10条，我怎么帮你蒙混过关啊？我们留下的30个人都是潜力型的新人，和我们签独家约。你是一个很成熟的网红啦，
如果和我们签独家约，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束缚。不行，我被那几个网红淘汰，我太丢人了。这样，我按合同好好发，我多发几条视频嘛。我们已经决定了，再说数据的事。夏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被淘汰了。你先别激动，你说你被淘汰了？你少跟我装不知道了，这名单上面不是写着了吗？我看一下。我到底为什么被淘汰了？粉丝量、互动量，我哪项没有达标啊？发微博、发视频，我哪个任务没有完成？这份名单跟我的有点不太一样。当初也是你说的 ，SG 要跟我长期深度合作，所以我推了别人的活动来参加达人秀。现在你倒好啊，说甩就甩了。还有，你为什么是淘汰我，不是淘汰他呀？我怎么了？你啊，你做活动不认真，更新不积极，培训呢也不太努力，还一副臭脾气。你说谁臭脾气？你看你现在不就是臭脾气吗？哎，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是朋友关系，所以你才淘汰我，淘汰他，是不是？你冷静点。你们搞裙带关系了？什么裙带关系？我也淘汰了。你看到没？不就是个破达人秀吗？谁瞎啊？那蔡小姐，这名单确实有问题，我们没有淘汰你。刚才是我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没事。那交给你了，我先走了。嗯。蔡欣的约解了吗？这份名单有问题，蔡欣不应该在淘汰名单里。这名单是我定的。为什么？蔡欣那么努力，而且她的流量也很好啊。我们选的是达人，又不是劳模。蔡欣都那么努力了，她的粉丝量才勉强达标。我们看不到她爆红的潜质，又为什么要留着她呢？倒是你那个朋友韩爽，虽然脾气不好，态度也差，但人家随便发一个动态就有海量的转发，这样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他虽然是我的朋友，但是他的数据没有达到合同里的要求。如果我破例把他留下，其他人也会不服，对我们的工作不利。派人说三道四啊！这不是你爱惜羽毛的时候。做事情呢要顾大局，不能畏手畏脚。蔡欣开除，韩爽留下。韩爽已经签了解约协议了，并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哎呀，累残了，我帮你捏捏。哎，这只。夏言，你要注意啊，你们这个行业过劳病死的可不是个案哦。放心吧，我可注意保养了。我看你是自作孽不可活，累死了，活该。怎么了？听着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我这还没搞定男人呢，他就着急把我赶出 SG 了。我韩大辣妹，什么时候被人拒绝过？再说了，微博50万粉丝，上赶着来给你救场，就这么给你涮了？你这么潇洒的主，能在我们公司做兼职吗？你坐得住吗？能。而且我今天都跟你说了，刷掉的又不止你一个，20个人呢。我这是吃人俸禄，替人谋事，你也体谅体谅我嘛。嗯，对对对。我在意的是这个破兼职吗？我在意的是你的态度。你要是签了独家协议，就必须配合公司每天日常更新维护，你做得到吗？我还不了解你呀。而且我看你那个声东击西的美人计好像也不太管用，再继续这样下去，也只是被他利用而已。你们说的是谁啊？说，你是不是对他动了心思了？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可是名花有主的人。再说了，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得罪他了，我到现在看见他呀，
我还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打怵呢。谁知道你那是不是内心悸动呢？不是，这人是谁啊？这么可怕？那可不。而且啊，我仔细观察过他的长相，你们看他长得像不像那种表面上斯文和善，但是背地里啊心狠手辣、青面獠牙的大灰狼？我看这大灰狼对你还挺特别的。哼，要是不特别，我也不用在这里唉声叹气。谁知道你那是不是求而不得呢？哎，你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好了，别闹，稍等着。不是，你们到底说的是谁啊？我这听的我都听不明白。夏言的领导，那个姓许的。结业 party 还是要参加一下的。你起开！你都把我涮了，我还去干嘛？丢人现眼！这种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 party queen 呢？哎，而且啊，我还听说，那个徐总这一次会盛装出席。是吗？去吧，去吧。哎，行，烦死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在 SG 的第一仗，恭喜你，旗开得胜！干杯！干杯！干了这杯，一杯是很顶的，是吧？棒了，这么多人啊，我们不会是迟到了吧？没事，你开始。真正的大牌都是要最后登场的。你看，先出场的也就这水平。就这气质，只配代言3流产品。那是，跟我们家爽儿肯定没得比。来，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干杯！哎，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交给你了，加油！不好意思啊，没事吧？没事。哎，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看起来好面熟啊。你认错人了吧？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安排你跟我在这见一面喽。怎么样，喝点什么 ？Waiter， 喝什么？你要是再挡我的道，我就会让你知道，老天还有其他安排。那就得看老天爷站在谁的这一边了。不是想找人喝酒，我陪你。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才刚认识，你还不够资格。着急啊，男人通常不喜欢太上杆子的女人。女人也不喜欢这么啰嗦的男人。有人说过，你睫毛很长。我不吃这一套。我们家下季度代言人，不知道有没有兴趣？你说什么？新州最大的整形医院。原来是来打小广告的呀！你别瞎说啊，我们家是正规机构，全国连锁，广告代言一出呢，大街小巷贴的都是你照片，到时候你一出门呢，就跟偶像一样。怎么样？想想是不是都很激动？眼睛要是用不着的话，可以捐给需要的人。眼睛要是用不着，怎么会发现你这么好看的女人？马克，什么？小领结挺帅啊，今天。也是，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啊？
我同事马特。马医生好，我闺蜜沈儿，贾磊。马医生，你到底是整形医生还是外科大夫？一边是家里生意，一边是个人手艺。不过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是动刀子，你有任何需要呢，随时来找我。大表姐，我帮你确诊了一个眼睛有问题的病人，交给你了。今夜的星光闪耀，离不开每一位达人，更少不了铺设这一片星空的 SG。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年轻帅气的 CTO 许成义先生上台讲话，有请。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 party， 也非常感谢美丽的达人们作为 SG 的合作伙伴来到这里。今晚你们就是主角。非常感谢大家对 SG 的信任，相信在 SG 的加持下，你们的未来不只是网络买手，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等着你们。徐总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今天这里是达人们的舞台，你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演出。徐总，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一个环节，由我们 SG 的员工表演个节目，您说怎么样呢？我觉得可以。好，徐总演一个，徐总演一个，我们要徐总，对，徐总，徐总。我？哎，谁来表演啊？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可要让最爱听歌的人上台来表演节目。那接下来，请 SG 的员工拿出你们的手机，将主页的截图发送至我们的后台，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等级最高，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好不好？好的，来，请看大屏幕。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汇总，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徐总与这位夏小姐并列第一。看来这位夏小姐与我们徐总还真是有缘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夏妍女士上台，有请。那么下面要让我们的徐总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可是我不太会唱歌。不会唱歌啊？那可不行，大家能同意吗？同意。你不是会弹钢琴吗？你弹我唱。你怎么知道我会啊？你简历里边写了呀。下面请欣赏由徐总跟夏妍为大家带来的歌曲。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雨天撑着的双人伞，如果最爱那加餐馆戒一般的习惯，徐总也太帅了，让我怎么承受？应该嘘寒问暖，还是借口不谈？那些遗憾留在心底，成为旧欢。开始的倾心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
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反正我早已习惯。我真是好羡慕夏言啊！徐总要是能这么深情地看着我唱歌，我一定会激动得晕过去。也别太羡慕了。虽然徐老大没说什么，但是整个 SG 都知道，徐总是薛老大的奶酪，动不得。那么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 SG 的新员工，叫夏言。他虽然刚入职不久，但对达人计划和今天这场 party 的筹备尽心尽责。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配合运营部的工作。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夏言正式成为 SG 的员工，提前转正。SG 是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员工，还是和我们签约的达人，还是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合作方，你们的付出和心血，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会使 SG 变得更好。好，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各位达人们 ，Party 继续进行。好的，非常感谢徐总的精彩发言。动情的歌声总是能够打动人心。看起来一表人才的，他还真挺会伪装。人都是有隐藏性的，而且隐藏起来的那部分，往往和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没想到我们合作的还挺默契的。徐总，这样会让人误会的。误会？误会什么？你有话可以直说。好，那我今天就直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会错了意，我还是跟您重申一次，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哦，那分手吧。嗯？他们聊什么呢？你应该不是挑拨离间的人吧？也不是，你完全有更好的选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姐妹穗儿的故事？嗯？如果你要没听过的话，就去网上查一查。徐总，有空吗？你们先聊，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喝一杯呢？好啊，请。徐总，你和我认识的很多男人都不一样。我应该把你这句话当作称赞吗？其实我们很像，表现出来的很多特质会让人误会。愿闻其详。别人都以为我是个游戏人间、玩弄男人、不珍惜感情的人，可以风花雪月，但不羡慕天长地久，只贪恋一时的激情。因为太快表现出兴趣，总让人觉得儿戏。可其实，我愿意出手的，也都是我动了心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没想到，你对自己分析得很透彻。而你那些精致而模棱两可的调侃，自信到不可一世的处事风格，也都是表象而已，是别人眼中的你。其实你啊，骨子里对感情保守，甚至畏惧，看上去来者不拒，实则是变相的拒绝。只是你这大灰狼的面具戴久了，
真遇上个你对人家有意的，我早把人家吓跑。所以说，我们很像，都是不经意间把自己活成了面具的样子。好在，我不是小红帽，我不会被你吓跑，更不会对你望而却步。分析的这么透彻，你学心理学的？主业活着，副业研究男人。明知道你是来灌醉我的，但是我还是喝得如此心甘情愿。不得不说，你的主业副业修得都很不错。徐总，你对女人也很了解，那你猜一下，我把你灌醉了之后会做什么？不管是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和你一样期待。不是我说，你这都录的些什么东西啊？什么也看不到。我看上的人，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哇，行啊，只要我看上的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玩的够刺激的。哎呦，你拿来吧。哎，没看完呢。非礼勿视听说过没有？那我还因公负伤了呢。别说，这 Coco 小姐还真挺辣的。你喜欢？哼。哎，但我就是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菜。所以呢，你要跟我说实话，今天跟你演出的那个夏言，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说要拯救的那个女孩？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好兄弟，终于又可以打开心扉，迎接滚滚红尘。我也是了了一桩心事。什么呢你？我说了，他不是我的菜。少来了，徐成义。自从我大3那年送女朋友回去，路上被你拦下来跟你搭讪，到现在已经8年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么多年以来，你有多少次像现在这么轻松自在？什么叫搭上啊？我说你这个人，你就不能用点类似于邂逅这种高级点的词儿啊？少给我打马虎眼，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我说了，他不是我的菜。哦，他不是你的菜，难道说，滚一边去！许成义，我不是那样的人。你可以再滚远一点。你太过分了。就我直播间主播标签不要固化，加上自定义设定，还有掉帧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徐总，占用你3分钟。那先这样。我给你5分钟。首先，我要向你道歉，因为我的缘故，让我闺蜜进入了公司的项目。那天 party 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有及时制止，这件事情是我不对，对公司、对朋友、对你，都欠妥当。但这些事情的前提，是因为自打我进公司以来，你的一些言行已经严重的干扰到我的个人生活了。我再郑重的说一次，我不会和我男朋友分手。时间有富裕，你还可以总结陈词。韩爽已经离开了闺蜜星球这个项目，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她说都到此为止，她也不会缠着你。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从今以后，你我之间只谈公事。很抱歉，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好，那我只能辞职了，请你批准。刚转正就辞职，你的简历会很难看。我不在乎，反正又不是所有公司都像 SG 一样只看重简历。小地方当然是无所谓了，大公司是一定会看的。就算你再优秀，
也得需要一个大的平台来让你展现自己。我会用能力证明我自己的，不用你担心了。可是你拿着这种简历，恐怕是连一个面试的资格都拿不到，如何证明自己？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你知道吗？一份如意的工作确实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身边的人更重要。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工作的缘故受到伤害还有困扰。徐总，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前途，就不会让我陷入现在这种工作和个人感情非要选择的地步。你这是在指控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请你批准我辞职，然后再让人事部给我开一份主动离职证明。不错嘛，你还知道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你一定要走，我当然不会拒绝。但在你离职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手头的工作先完成再说？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我手头上现在没有其他项目。但是你知不知道，秀我平台上要添加一项比价功能板块，这个任务需要技术部和运营部共同来完成。我已经指定由你来负责，你先完成这个再说吧。哎，是不是我完成了任务，你就可以批准我辞职？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坚持要走的话，没问题啊。还有，在这期间，你不能告诉别人你要辞职，以免造成混乱。好，一言为定。让夏言负责比价板块。可是，好的，我知道了。夏言，进来一下。总监，你找我？坐下说。哦。你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会让我刮目相看，你也的确做到了。3年来，你是我们运营部第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你的成绩就是运营部的成绩，恭喜你。谢谢总监。你能够提前转正，这对你、对运营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会让你更有归属感，做事情更安心。但对于我来说呢，以前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我还能给自己找找借口。可从现在开始，我要为你做的一切负责。我会努力不让总监失望的。徐总虽然兼任 COO， 但实际上负责运营部的人是我。你要是出了任何纰漏，实际承担责任的人也是我。你已经不是职场新人了，有一些规矩你应该懂。越级上报是大忌，你应该向我汇报工作。我知道。但我刚刚去找徐总，是因为一些私事。上班时间在办公室讲私事，也不完全是私事。以后我会注意的，尽量不跟徐总接触。你要注意的不止这一点。以前你在实习期，末位淘汰制不适用于你，但现在既然转正了，就要随时被评估，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明白，明白就好。没事了，出去吧。徐总，比价板块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最晚下周就可以上线。我的辞职。上次的达人秀操办得不错，今年公司的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已经和人事部主管说过了，让你过去帮忙。徐总，我不是流动打杂专员，哪里需要哪里办。更何况你已经答应我了，流动板块上线之后就批准我辞职。我记得当时有人在面试的时候跟我说过，希望全面涉猎，我给你机会了。周年庆的第2天就会发项目奖金。
信息安全论坛和达人秀一起发放，你自己考虑。或许这笔钱可以让你度过一个漫长的求职岁月。嘘，有钱了不起啊！小磊，下来吃水果了。小磊，怎么一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间里了？哎，对了，周5我们公司周年庆，你要不要来参加？下周5。嗯。你们公司周年庆，我去不大好吧？没什么，就是大家放松的一个 party， 没有什么规矩啊。他们都带家属来。怎么了？你有事儿啊？可能要加班。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等周年庆之后我就正式离职了。啊？那辞职，车还买吗？哦，我是说，辞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其实我之前也挺犹豫的，毕竟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只是，反正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辞职了。所以到底为什么辞职啊？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吧，我们那个老板，他总跟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而且他还跟我说让我跟你分手。会不会是开玩笑？你自己想多了呀？如果他真的对你做了过分的事，你也可以留好证据去向 HR 投诉啊。可是我，算了，反正辞职都辞职了，就不想了。夏言，我发现有时候你做事怎么那么草率呢？你生气了？我这刚到新州，还没站稳脚跟儿，你那就把工作辞了，商量都不和我商量一下。这新州还能找到比 SG 更好的公司吗？你再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夏言，我们两个都不是本地人，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什么时候才能靠自己在这里结婚成家？我是怕你太辛苦了，而且你都提了辞职了，还去把车订了，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几个月该怎么办？哎呀，我还有一些积蓄啊，而且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的。你之前不是总说要养我吗？现在机会来啦。那个夏言，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了。那你路上小心啊！啊，到家打电话。歌唱挺好听啊，Amy。徐总监，徐总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徐总监好。这个是我男朋友。谢总好。薛老大，你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我们划钱。玩游戏就算了，我是来敬你们酒的，把酒都倒上啊。美琪，
悠悠，你们俩呢是我们运营部最得力的2枚干将，运营部过去1年的成绩都离不开你们2个出色的执行力。我要敬你们。这怎么敢当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谢谢薛总监。Amy，虽然你的能力在我们运营部不是最强的，但是在过去的1年里呢，你的进步是最大的，你学的也非常快。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惊喜。谢谢薛总监，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待，我会加倍努力的。薛总监，我见你。啊，喝掉，都喝掉。哎呦！今天我在这里，不会向你们承诺未来的日子要比过去好多少。我呢，也会对你们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但是运营部的成绩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运营部也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你们的努力，你们的价值，我都能看得见。大家辛苦了，我敬你们。谢谢薛总监，谢谢薛老大，敬 SG。干嘛呢？一起去玩游戏啊？我打电话呢。别打了，走吧，玩游戏去。来，夏言来了。夏言，我有个提议啊，咱们玩个游戏怎么样？好。那我们玩逛3元怎么样？好呀。2个人一组。那美琪，你跟你男朋友一组；悠悠，你跟你男朋友一组。咱俩最近，咱俩一组吧。好呀，来，预备，开始。动物园里有什么？猴子、老虎、狮子、熊猫、老虎。哎，刚才说过老虎了是吧？刚才说过。喝酒。喝酒。来，干了。到我了是吧？对。开始。SG 今年的业绩真的不错呀。你真的要留在信州了？手续已经办好了，下周举行一个小型的酒会，公司就算正式成立。这么快？怎么样？要不要过来帮我？你是说，就像过去一样？可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对，不一样。现在我已经离婚了。当初你不是说很希望我离婚吗？那时候你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一切都连在一起，离婚就像切掉自己的一只手。那为什么还是离了？你真的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不是你第一个情人。对，你不是，在你之前还有好几个呢。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哪不一样了？我对你来说只是逢场作戏吗？当然不是。我也不是。
dial is not reachable. Please try later.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Sorry. 喝美了？啊？不会喝酒就别学人家喝这么多酒。我刚刚跟所有的同事都喝了一杯，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都道了个别。虽然时间不长，还挺舍不得他们的。这份工作总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各种激情。我爱死这份工作啦！那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呢？啊？你说什么？我说，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非要离开？哼。你。因为这里有你，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东西，不能失去。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心里都是花花肠子呀？你说谁人模狗样的？干嘛去？我找一下夏言，你看见他了？我没看见他。他喝太多了，我得送他。你喝的少啊，赶快回去。你喝多了，我开车送你回家。啊！我要回去跟我的运营部同事们再喝一杯。哪儿还有运营部同事啊？都走光了都。他们真没等我。谁会等你啊？走吧。你也喝酒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了？我喝的那是水。可以走了吗？动物园里有大会的。有许长义。动物园里有夏言。一开始我出去玩，只是为了报复。你也知道，我老公我前夫。他总是告诉我，那都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让我别当真。那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但其实我挺不喜欢那种感觉的。我明知道那些甜言蜜语都别有所图，却还要假装去相信，这真的让我十分厌烦。但自从我遇见你，你从来都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只是默默地替我做好一切。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一切都为我安排的那么妥帖，而且你从来都不向我提任何的要求，就即使我主动对你好，你也总是拒绝。只有那一次，你说你希望我离婚。那次是我喝多了，说的都是醉话。醉话也是心里话，可我当时却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婚。伤了你是不是？你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为难，我懂。你这迷迷糊糊的，你告诉我的地址准确吗？大灰狼。你说，女人的拒绝是不是很可怕？可不可怕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你的直觉一定是错的。
之前我一直觉得，即使我跟我前夫貌合神离，也要在一起。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可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和他之间只剩利益。我不想再自欺欺人，我知道，我爱上你了。可是我已经回到他身边了，我们都决定结婚了。如果你真的决定结婚，我也不会让你为难。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真的爱我？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把过去一切都忘了。我太对不起夏言了，我不能再辜负她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别人，却依然要选择跟另一个人结婚的话，那这样岂不是更不负责吗？可是我只要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开门！你女朋友？干嘛去？先躲一下行吗？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有要什么？如果你可以当着他的面拒绝我，我就彻底死心。先别说这个了，行吗？这个呢？怎么办？今天不在家，这不是你家，我男朋友家。干嘛呀？打个电话。看来你女朋友跟你有一样的烦恼。
躲什么？他都这样光明正大带着你女朋友在你面前示威了，你躲什么？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你确定？也许现在不是，但首席技术官亲自送一个小职员回家，事情绝对不会就这样结束。这种事情我见太多了，那些不经世事的小姑娘被有权有势的男人多看一眼，就觉得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尤其是像许成义这种不仅有权、多金、帅气，而且还单身，想要不动心太难了。我和那个许成义相比，真的就差那么多吗？你当然不差，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打工的。等我把公司法人换成你，以后你就是老板，不需要再向任何人低头。再过几年，公司壮大了，那个夏言一定会后悔，他因为许成义而错过了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对我好啊。你对我好1分，我就会还你10分。但有一天，如果你对我坏1分，我也一样会还你10分。不会，永远不会。有时候女人的直觉确实挺可怕。你怎么在这儿？醒了，醒了就赶紧穿衣服吧。你什么你？想清楚了再说话。我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这种烂俗的问题，我应该是不会回答你的。出去！衣服给你买了新的啊，放心穿。你出去！今天是特殊情况，允许你请假。这个是房卡，房费1200，自己付。以后不会喝酒呢，别学人家喝酒。